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凭借实力逆袭黑粉，长相思被众人嘲讽后，杨紫首秀表现出色。杨紫在上海出席某品牌站台活动，现场高分辨率照片已经发布。说实话，很难相信她已经31岁了，仍然看起来年轻漂亮。不仅脸蛋状态很好，整体身材也苗条光滑，气质更是出众。在场的路人也感叹官方照片俏皮又充满魅力，视频也印证了确实很惊艳。需要一提的是，这也是杨紫自《长相思》预告片发布以来首次公开亮相。然而杨紫在剧中的状态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，这种情况在微博、论坛和头条等网络平台上被广泛传播。可以说，有关杨紫颜值膨胀、颜值崩溃的言论传遍了网络，甚至猜测她的地位一去不复返了。不过从杨紫近期的活动照来看，她已经成功打脸网友了，美貌又回来了。她看起来确实比以前瘦了，但仍然很健康。很多人都注意到，她现在的状态比之前在一些电视剧中的形象要瘦一些，这是最合适的状态。她目前正在拍摄新剧《承欢集》，相信她会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荧幕上。说到减肥美容，刘亦菲也是和杨紫有共同话题的人物。前一天的微博之夜，她的身材被网友批评，但最近她在活动中又瘦了。有网友感叹称，刘亦菲目前正在拍摄的《玫瑰花物语》有福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成功和玫瑰花的故事都是一书的作品，而杨紫和刘亦菲都是这些作品的女儿、主角，所以她们有着某种命运。另外，宋祖也是一个例子，因为减肥成功，她的精致和美丽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娱乐圈进入越瘦越美的审美误区。尽管在镜头前增重10磅可能会有所帮助，但因极度瘦身而失去容貌的例子也有很多。比如多年前的《无心法师》中，陈瑶看上去丰满多汁，但现在新剧的预告照却显得她太沧桑了。很难相信这是一个1994年出生的女孩，而这种变化与陈瑶对极致瘦的追求密不可分。瘦到这么瘦之后，她还会在综艺节目中大谈自己的胖心态。只能说，作为一名艺术家，将自己的身材保持在适当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，这需要正常的审美观和极高的自律性。如今的杨紫做到了这一点，她的身材恰到好处，非常漂亮。02，王一博离开肖战后彻底变了。4年前《陈情令》的播出掀起了热潮，让肖战和王一博2位青年演员一夜之间成为话题人物。这部剧也让两人收获了不少 CP 粉和千万粉丝的喜爱。但由于粉丝的疯狂行为，两人在剧集播出后不得不选择解开，并没有任何交集。从那时起，他们的道路就出现了分歧。在演员的道路上，王一博毅然选择勇敢前行。不过，就电视剧而言，他的表现并不突出。有匪和洛阳风起都被网友吐槽，收视率惨不忍睹。王一博并没有气馁，他转向电影业。与那些只靠流量的演员不同，他靠的是真实的演技。接下来的2部电影《无名》和《天空之王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刷新了观众对他的认知。而他在未来的电影《热血》中也将继续大放异彩。这条路或许更加崎岖，但王一博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开辟自己的路。从歌舞歌手到成为演员，肖战也面临着诸多挑战。在《庆余年》中，他饰演的严冰云一角非常有气场，却遭遇了不少网友的吐槽。肖战饰演的其他角色也被贴上烂片的标签。不过，最近播出的《梦海》中，肖战饰演的肖春生却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他把肖春生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宣布将出演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这也意味着肖战的未来也充满机遇。然而，肖战和王一博的差距也相应拉大。肖战更注重电视剧路线，而王一博则选择了电影行业。肖战的演技和口碑还有待提高，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而王一博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，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，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。两人联手的时光已经过去，但他们的过去和未来正在被书写。
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但我们都希望他们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，勇敢前行。到最后，我们不禁想知道，他们的友谊是否已成为过去？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还存在吗？许多粉丝期待有机会看到二人一起表演，也许这个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回答。娱乐圈爆料，王一博粉丝导致肖战被换。庆余年的导演表示，自己是个文盲，本质上是在殴打男主若云，希望他不要因为家庭背景和制作公司的关系，对项目过多指手画脚，忘记当演员。毕竟业内人士都知道，张若昀虽然是郭敬明文学的抄袭者，但其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而且高考时只考了高职考试。不过，也有一些王一博粉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好往座位上走。他们觉得导演是在讽刺王一博。更让人疑惑的是，肖战并没有出演《庆余年2》，我感觉导演是在和肖战一起唱。既然如此，现在就有了王一博的大粉 diss 肖战的文章，说这说那。但正巧的是，这篇文章只是说肖战饰演的徐克的《射雕》会烂片，而且《射雕》的拍摄已经延期，所以现在就有猜测，是不是因为徐克团队被王一博的粉丝吵醒了，所以才决定放弃肖战呢？只要徐克有商业需求，那么他使用肖战就不会做出错误的举动，所以一定不会出现王一博的一些粉丝 diss 肖战和徐克换男主角的情况。不过《射雕》推迟拍摄确实是肖战的原因，那就是他还没有达到导演要求的体重，所以他得想办法吃榛子，加强训练将来。毕竟郭靖是一位大英雄，他不可能处于弱状态。王一博已经把陈情令从微博下架了，可见他有多想和肖战分手，所以他的粉丝也应该学一学，不要再打扰肖战了。梦中的海3个场景证明重要成果。好戏需要好演员。原来这是一部剧最吸引眼球的地方。清晰可见的是，在这张剧照中，人物肖春生和童小梅处于显着位置，两人笑容满面，让人感觉温暖又深情。这是感人至深的一幕。其实《梦中的海》这部剧的主题很简单，就是不同的人在生活中长大之后，最终都会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：面对个人的梦想和爱情，你必须懂得走下去。过了之后，即使最后失败了，你也不会后悔。从《梦中的大海》的剧情发展来看，肖春生和童小梅的爱情非常美好，他们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相反，何红玲的爱情和婚姻最终走向了离别，这不让人感到尴尬吗？其实，这就是人的一生，只是有的人很成功，有的人会遭遇失败。梦中的大海非常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，让人感受到正能量人物带来的美好梦想和平民情怀。原来这条围巾戴在肖战的脖子上，看起来非常合适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，告诉观众朋友们，围巾虽然只是一个物品，但它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一方面，肖春生这个角色戴上围巾后，感觉很温暖；另一方面，丝巾对人物形象起到装饰作用。梦中的海太吸睛，从小细节引发共鸣。还应该看到的是，当肖春生戴上围巾时，他身边的童小梅并没有戴围巾。这样的对比，正好说明了围巾所起到的关键作用。梦中的海通过展示围巾这件物品，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态要求，可以说是非常棒了。耐人寻味的是，从两个人物所处的环境来看，围巾能为肖春生保暖，这为后来温馨和谐的剧情埋下了伏笔。原来这是肖春生这个角色演的一手好手。一张剧照清晰可见，肖春生和童小梅一家3口庆祝春节。如此一来，肖春生一家人该是多么幸福呢？正是这样一个小细节的存在，才触动人心。毕竟肖春生和童小梅结婚后，还共同抚养了一个孩子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婚姻生活幸福和谐，一家3口团聚。那么，还有谁会认为肖春生的日子不好过呢？梦中的海带来这样的幸福时光，主要是想告诉观众朋友们，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，就能感受到幸福和美好。正因为如此，肖春生和童小梅对于幸福生活的认知也是非常正确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梦里的海》是一部时代剧，更是一部生活剧。肖春生和童小梅这2个人物就是代表人物，他们对于家庭的认知是非常理性的。
这样就有了和睦美美的幸福家庭。读者对此有何看法？欢迎大家一起交流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